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伊朗官媒上大张旗鼓地曝光了之前从未公开的波斯湾地下导弹基地，以展示实力来向美国呛声。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沙拉米在媒体上表示，革命卫队拥有多座存放海军反舰导弹的基地，此次展示的是其中一座基地，其中存放的导弹射程达数百公里，具备精准的打击能力与巨大的破坏力，还可有效抵御对手的电子干扰。伊朗的高原山地植被稀疏，不利于发射车的藏身，地下洞库基地则解决了这一问题。事实上，路透社指出，在去年伊朗革命卫队就证实该国在波斯湾沿岸兴建地下导弹据点，并警告这将成为伊朗敌人的梦魇。照片和视频展示了地下的铁轨式导弹运输和发射系统，在发射洞口垂直发射，深藏在地下的基地可以防止以色列的侦察和打击。此次展示的照片中依然是很长的隧道，隧道内有10几辆轻型运载发射车，每辆卡车上有3枚待发导弹，而存放在地面的导弹更是一眼望不到头。被发导弹同样有发射箱，弹头整流罩有红色和白色2种，说明是2种不同的导弹。有国内专家指出，2种导弹分别源自中国的 C704 和 C802， 这一眼看过去，甚至感觉像是到了一个中国的基地。如此惊人数量的导弹，足以对一支大型舰队发动饱和攻击。考虑到波斯湾水域狭窄，伊朗的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警告可不是大言不惭。中国一直跟伊朗保持着不错的军事交流，而这种交流更多的体现在技术方面，而非武器整建。毕竟中国也要顾及外交影响，所以外界很难具体估计伊朗有多少武器采用了中国的技术。但有一件似乎是公认的，就是努尔反舰导弹。因为从外形上看，它几乎和中国大名鼎鼎的 C802 一模一样，而伊朗也已经使用了该导弹，获得了多个战果。2006年，以色列的哈尼特号弹道导弹护卫舰在距离黎巴嫩海岸16公里处被一枚伊朗反舰导弹击中直升机起降平台。2016年，胡塞武装也用伊朗提供的同样的导弹击中了阿联酋海军的 HSV-2 迅捷号快速运输船。当然，最后一个战果比较尴尬。2020年一场演习中，伊朗革命卫队的克拉纳克号战斗支援舰被伊朗海军贾马兰号驱逐舰发射的一枚努尔导弹意外击中。但无论如何，伊朗反舰导弹获得了很强的战斗力，这是不容置宣的事实。近年来，伊朗革命卫队在波斯湾地区与美军时有摩擦，美军一直在指控伊朗军队在美军军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派出快艇，并以不专业的行动骚扰美国军舰。但其实美军也经常派出无人机、侦察部队贴近伊朗海岸进行侦察行动，甚至有人被伊朗俘获。随着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的指挥官苏莱曼尼遭到暗杀，双方关系更是降至冰点，一时间中东地区可谓战云密布。美军先是派出 B-52前往中东，随后又增派尼米兹号航空母舰前往波斯湾炫耀武力，目的就是在吓阻伊朗，警告其不要趁苏莱曼尼忌日对美国与其盟友做出任何攻击行动。当然，伊朗也不是吃素的。太阳报日报报道，伊朗军事领袖扬言要让美国航母变成沉没的潜艇。近20年来，中国的军事力量和武器装备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和更新，大批主武器的更新换代，无疑令中国军界、军工业和民间非常为之自豪。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96式坦克，外国专家称之为中国的 T72。96式坦克的价格和后勤优势为它赢得了远超99式的产量和装备量。国内有不少的粉丝对于99式坦克的先进性能拥有不可撼动的信仰，在这些粉丝眼中，96式坦克纯粹是一种过渡产品，其目的无非是防止99式工程进度过于落后的一种廉价低配版。以这样的40吨级坦克，如果面对面的去对抗全球最先进的那些坦克，可谓十分凶险，即便信仰再高，怕也是难办。所以他们建议应该停止生产96式，全面更新为99式。今天，中国武装部队拥有约2500辆96式和96A 型坦克，这个产量和装备量放眼全球恐怕都是极为惊人的。国外经常将96式坦克称之为中国的 T72， 这在很多中国人心中是一种贬低和冒犯，因为在他们的眼里 T72 是一款廉价而无用的坦克。无论外国评论者是否公正，但价格说明了很多问题。96式坦克的价格不到100万美元，99式的价格是它的2到3倍。
这还不算99式坦克庞杂的后续维护费用。如果当初只选择量产99式，那么现在中国的先进坦克规模可能只有1/3不到，低于1000台的规模，这会导致大量原先的重装部队缺乏装备，甚至被裁撤。易用性和可维修性使得大部分部队在装备96式时不会有太多压力，即便没有厂家协助，也能完成大部分的维护。而99式坦克，你所需要的厂家保修甚至返厂维修可能就非常可观了。T72在发展过程中曾遭到各种围追堵截，最终却凭借可靠性击败了更先进的 T64。从 T72的发展历史，我们也可以得窥一二。在曾经以乌克兰派当家的苏联政界，坦克研发力量不断地向乌克兰哈尔科夫厂倾斜，而哈尔科夫厂拿出的产品自然都是向先进性发起冲击。无论是早期的 T64，还是后期衍生的 T80，而俄罗斯乌尔拉厂的总设计师维涅季科夫托正是在高层政府的各种压力下开发的 T72，并且遭到了乌克兰派的一路围追堵截。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T72在实际使用中的可靠性征服了苏军，苏军不再相信娇贵的 T64，最终 T72大获全胜。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中国一直保留96式坦克的正确性。从这一角度来说，中国的 T72绝对是一句褒义的称赞。当然，96式更显得车身更轻的重量也是一个优点，它可以使用多种交通工具运输，从重载卡车到气垫船，可以出没于各种地形，从江南的泥泞山地到西部的高原。每次有紧急情况时，我们都可以看到96式坦克冲在了第一线。每当此时，都会有人问：我们最好的99式坦克呢？是啊，这个问题你是否仔细想过？或许我们未来可以开发一款坦克，同时具备先进的性能和良好的可维护性，但这个时间恐怕是很漫长的。在这个漫长的时间里，96式依然要发挥巨大的作用。武器的可靠性是其生命。如果豹二动不动就趴窝 ，M1 艾布拉姆斯经常设备失灵，那么他们谁敢称自己是天下第一呢？关于解放军未来装甲力量的发展、舰队、机队、枪械的更新，读者们都会有自己的独特想法，欢迎大家讨论。根据印度媒体的报道，印度空军已经在靠近中国边境的阿萨姆邦恰布亚空军基地完成了下一代硬化飞机掩体的建设。这些掩体特殊的结构能够承受2000磅的炸弹的直接攻击。掩体结构包括钢筋混凝土、沙子和钢层。印度政府表示，要在靠近印度北部边界的前沿地区建造108座现代化掩体，以容纳战斗机。自2020年5月以来，两国一直处于边境僵局。大部分经过加固的掩体均设计用于容纳俄罗斯制造的苏30 MKI 重型战斗机，当然，老式的米格21也已经在该地区部署。法国制造的阵风战斗机很可能会很快加入。印度空军还拥有另一项技术，可以在几小时内修复受损的跑道。印度空军认为，加强的掩体和修复受损跑道的能力的快速结合，可以强化印度空军基地的抗打击能力，使印度空军在与中国作战方面具有作战优势。此前，印度的机场仅在与巴基斯坦接壤的西部地区修建有隔离墙，隔离墙为异形，没有顶盖，仅能防止一枚炸弹同时波及2架飞机。根据印度空军元帅的说法，加固掩体的质量要好得多，比空军的现有隔离墙能为停放的飞机提供更好的保护。他认为，停放在这些掩体中的飞机将能够抵御核攻击以外的任何打击，而不会丧失进行修复性打击的作战能力。印度一边担心对手的导弹，一边又放言弹道导弹无法彻底封锁机场。中国专家声称，解放军可以对印度空军基地发动早期的远程导弹打击，以使其丧失起降飞机的能力。但哈佛大学肯尼迪学校贝尔福中心研究发布的一项研究驳斥了这种说法。印度空军的一位高级官员援引这份研究指出，中国需要220枚弹道导弹才能将一个机场关闭24小时。该研究称，印度拥有大量的机场，因此，如果解放军空军仅攻击3个空军基地，就每天需要660枚弹道导弹攻击跑道和滑行道。研究表明，万一发生这种情况，印度在6小时之内就可以修复跑道和大多数弹坑，这将使空军基地重新回到进攻的轨道上。纯粹依靠大量的弹道导弹攻击对手的机场，是一种非常浪费弹药的行为，不可能满足长期作战的要求。中国导弹性能的提升和大批巡航导弹的入役，使得印度的如意算盘落空。随着北斗系统的顺利运行和中国导弹技术的提升，中国的导弹精度得到了质的提升。
相比较以往，中国仅要更少的导弹就可以封锁机场，而更新式的钻地弹头的研发，也使得厚重的钢筋混凝土工事不再万无一失。其次，中国大量的巡航导弹开始服役，巡航导弹的价格更为便宜，可以大量发射。配合弹道导弹的攻击，中国现在需要提升的是打击评估能力。如果目标已经摧毁，继续发射就浪费了弹药；如果导弹偏离目标较多，则需要迅速补充打击。打击评估能力包括了卫星、大型无人机、高速侦察机等等。比如中国的无侦8可以高速侦察目标，而不容易被对方拦截。至于距离较近的机场，中国只需要使用远程火箭炮就可以搞定，不需要动用昂贵的弹道导弹。所以印度无论是兼顾机保还是纸上谈兵的修复能力，恐怕都不能保证其机场在作战中的绝对安全，使印度的如意算盘落空。